嗨，马丁，吃午餐吗？哦，我想先清完这几张发票，我一下子过来。好的。啊！我们的电脑怎么样被入侵？所有文件被锁住了，我无法获取客户的付款资料。这就是受勒索软件攻击发生的情况。那我们要给赎金吗？不，作为 IT 主管，我制定了公司政策，我们不会对勒索软件威胁做回应。但是黑客就不会解锁我们的文件了。马汀，即使我们给了赎金，也不保证黑客会解锁我们的文件。有几起关于勒索软件案子的报道，受害人在支付了赎金后，黑客要求更多的钱。那我们要怎样拿回文件？我请资讯科技人员尝试用解码器，看能不能解锁文件。我想这很好，但是我们可能无法取回所有的文件，一些数据可能丢失，比如我们的客户付款资料。展望未来，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我们的网络安全。我们必须定期更新我们的防病毒软件和防火墙，同时要尽量领先黑客一步。我将会跟总裁通报这件事，还会向警方通报这起勒索软件攻击。Madam， 我们今天接到误落警署转介的案子，我想现在有一系列的滥用信用卡罪案，这跟网上商务平台 Singa 超市购物有关。未经授权的交易总额超过2万块钱。告诉我这些案子的细节。其中一个受害者 Anaya Bud 发现银行账单上有多个 Singa 超市的交易记录，但他没有 Singa 超市账户，也没有向 Singa 超市订购东西。他向银行澄清没有购买账单上的物品。银行证实了 Singa 超市的交易，但他们帮受害者撤销了有关收费，还取消他的信用卡，并建议他尽快报警。所有受害者像 Ananya Bud 都没有新歌超市的账户吗？是的。有其他干案手法吗？目前没有。初步调查显示，使用的信用卡来自好几家信用卡公司、多家银行，受害者有本地人和外国人。安娜亚巴说，他的信用卡在新卡超市有7笔未经授权的交易，总金额1839元。我去新歌超市获取更多资料。Rama Wilson 继续分析这一报告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。就像我跟警方说的那样，我们公司最近有不少非常可疑的交易。佘先生，这些可疑交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大约2个月前。请告诉我们更多细节。在每次交易中，我们都接到银行的电话，关于有人使用他们的客户信用卡在我们的超市购物，然后银行要求我们取消那些交易，因为客户并没有购物。过后发生什么事？
我们自行展开调查之后，才发现信用卡持有者跟新亚超市注册账户持有者根本是不同的人。当我们尝试联系注册账户持有者时，所提供的电话号码已经无效，发送电邮也得不到回复。信用卡持有人的名字跟新额超市账户持有人的名字不同，这不是很危险？不见得，有时候客户会使用那个账户给朋友购买一些东西。当客户开设账户的时候，需要哪些详细的资料？电话号码、电子邮件地址和实际地址。那客户注册不需要提供付款详情？不必，只有在客户购物时才需要。这样啊，购物后的送货情况怎么样？货物都送到同个地址吗？不同地址。那好，我们需要跟所有参与送货的人谈谈。可以，我会给他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。石先生，谢谢。我们还要所有可疑交易的资料。好的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整理，我会尽快把资料发给你。所有送货员都说，他们到了送货地址，只找到该座祖屋，却找不到门牌号码。他们联系客户，对方就安排在同座祖屋底层会面。所以没有一个确切的位置可以追查到他，实在狡猾。这些送货员，他们能不能形容那个来接收物品的人的样子？所有的送货员都说同样的话，经常来拿货的那个人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华族男子。就这些，没有其他任何的描述。因为他总是戴着手术口罩，无法确定所有案件的嫌犯是不是同一个人，或有其他嫌犯。要识别嫌犯将是个挑战，所以我们必须在嫌犯盖案时抓住他。Wilson，嫌犯用来开设新歌超市账户的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呢？嫌犯使用了多个电话号码，都是预付电话，属于离开本地的外国人。至于他的电邮地址，我们无法追踪。我们怀疑他使用虚拟专用网络来掩盖他的网上活动。我们从新亚超市的数据和警方的报告中找到了干案模式，所有货物都送到一个特定地区，5吉巴都北350到370座祖屋之间。这缩小了嫌犯可能所在的位置。是，我也注意到嫌犯购买的主要是奶粉和保健品。在过去2个月里，就购买了200多罐奶粉。一个家庭肯定喝不了这么多奶粉。有道理。所以嫌犯可能不是买来供自己消费的，他一定是设法转卖了。Raman， 查看一下网上市场，例如现买现卖，看看有没有人在过去2个月里卖了很多奶制品。Wilson， 请佘先生注意涉及类似奶制品的订单，送货地址在5吉巴都北350到370座祖屋之间。而信用卡持有人的姓名跟账户持有人的姓名不同。是 ，Madam。Madam， 是新嘎超市的佘先生，他们刚记录了一笔可疑交易，交易符合所有疑点。嗨，佘先生，我是高级调查员 Ann， 听说你们有一笔可疑交易。是，
送货单525162，有关交易是6罐奶粉，送货地址是5级巴都北第354座组屋，交货时间是今天下午。如果你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取消。接收货物的是谁？ Mr. Dominic Teal， 信用卡的持有人叫什么名字？ Haider Asman。佘先生，我们想埋伏嫌犯，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忙。我们会全面跟你们合作。我们一直在调查一系列与新歌超市相关的滥用信用卡案件，受害者发现他们的信用卡被盗用，在新歌超市进行欺诈交易。送货地址是5级巴都北第350到370不同座的组屋。新嘎超市刚刚通知我们注意另一笔可疑交易。我们查问了信用卡持有人海德阿斯曼，他证实自己今天没有从新嘎超市买任何东西。我们正计划埋伏嫌犯。嫌犯的干案手法是，他会给一个不存在的门牌号码，送货员必须打电话给他寻求指示，嫌犯随后就要求在同一座组屋的楼下收取货品。我们会在附近等新歌超市的送货员把货送完，然后在嫌犯收了货品之后，并在新歌超市的送货员在安全的距离外才抓他。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。组屋底层是开放区域，有多个出口，我们不知道嫌犯从哪个方向过来。我们没看过嫌犯的长相，只知道他是中等身材华族男子，因为他总是戴着手术口罩。交货时间是在下午4点30分，我们还有2个小时准备。我们走。差不多下午4点30分，联系嫌犯。Hello， 是 Mr. Dominic Teal 吗？我来自新嘎超市，我找不到你的单位在哪里？其实现在不方便送到我家，因为我女儿正在补习。你在哪里？我可以到组屋底层跟你拿货。在电梯大厅见好吗？好的，我怎么知道是你？我会戴上手术口罩，你找那个戴口罩的人好吗？好的。嫌犯正在走动，汇合点第354座组屋的电梯大堂，队员保持警惕，留意一个戴口罩的男子。送货员现在前往汇合点。发现嫌犯了，他戴着手术口罩，穿连帽衫。Over。Mr. Dominic Teal， 是的。警察。警察。我是科技罪案调查组的高级调查员 Ann， 你涉嫌欺诈，我们要逮捕你。靠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是你的吗？根据身份证，你的名字是 John Fu Chi Yang， 这对不对？对了。我们逮捕你时，你的手机开着新歌超市的应用程序，送货编号是525162，是你下的单吗？你有没有下那个订单？嫌犯不愿意合作，但我们有他的住址，就在附近。我们走。
这些物品属于你的吗，Mr. Fu？在你的电脑，我们发现一份记事本文件，里面有被偷的信用卡信息。我并没有偷那些卡。我们警方还发现你的浏览器开了多个新歌超市账户，这些账户都跟最近滥用信用卡的案件有关联。被盗取的信用卡资料被用来购物，所有这些欺诈性交易现在都可以追查到你这里。我们还在你的电脑上发现了一个暗网浏览器，科技罪案法证人员恢复了你的网上聊天记录。他们还指出，你试图从747 Elvin 那里购买一些非法数据。谁是747 Elvin？ 他是个外国人，他买卖被盗取的信用卡资料。我们在网上认识，他告诉我他最新的一批资料上传到哪里。所以你知道747 Elvin 的信用卡信息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。是的，通过网络钓鱼、恶意软件、勒索软件得到。但是我没偷那些卡。你之前跟747 Elvin 购买被盗的信用卡资料吗？你付他多少钱？一共$150。为了在 Singa 超市购物，我还通过非法途径买了预付 SIM 卡。你是不是独自干案？是的。在刚才的斑眼案件中，超过2万元的未经授权交易是使用无辜受害者被盗用的信用卡资料进行的。幸好科技罪案调查组和雾洛警署的警员密切合作，展开深入的分析和调查，嫌犯最终被查获并落网。根据滥用电脑法令，出于非法目的的获取或处理从电脑中非法获取的个人资料，都是属于违法行为。个人资料的例子包括信用卡的详细资料，或者其他可以识别个人的信息。获取和买卖可能违反滥用电脑法令的物品，也是一种犯罪行为。这些物品包括用来犯罪的黑客工具。以下有更多如何保护自己的提示，避免成为勒索软件等网络罪案的受害者。勒索软件是一种恶意软件，目的是把文件加密，直到受害者给赎金才能解密文件。如果受害者不肯付款，就无法进入他们的数据库。客户数据和敏感信息也可能出于犯罪的目的而被出售。勒索软件在全球变得越来越普遍，网络犯罪分子变得更大胆，现在以更大的机构甚至医疗保健等基本服务作为攻击目标。同样的，新加坡的勒索软件罪案也有所增加。2021年有137起勒索软件案，这比2020年的89起有所上升。那么，如果成为勒索软件的受害者该怎么做？我们不建议你支付赎金，因为这么做无法保证你的数据会被解密。这还可能鼓励网络犯罪分子继续瞄准更多受害者。遵循3个良好的网络安全提示，以免成为勒索软件受害者。首先，定期更新设备，并安装可以检测和删除恶意软件的防病毒软件。其次，避免点击弹出式广告或打开来历不明的发信人的附件。最后，定期在单独的离线系统中备份数据，以便在发生勒索软件攻击时可以恢复数据。如果你遇到网络威胁，请浏览新加坡网络安全局的网站信息，它也为各机构免费提供网络安全工具包。单是在2022年上半年，因为诈骗案而损失的总金额已经高达3.4650亿元。到目前为止，警方在2022年已接到14349起诈骗案，这几乎是2021年案件总数的1倍。因此，最好的防范办法就是下载使用防诈应用程序 Scam Shield。下载 Scam Shield 应用程序，以过滤欺诈短信和诈骗来电，这样你就不必浪费时间来处理它们了。
这个防诈应用也不会收集或储存任何个人数据，是不是很好奇它是如何运作的呢？通过人工智能来识别关键词 ，Scam Shield 能检测诈骗短信和屏蔽诈骗电话来保护你。骗徒所用的电话号码被列入黑名单后，那个号码也会被防诈应用程序屏蔽。Scam Shield 为你提供了一个快速简单的方法来举报诈骗电话和短信。此外 ，Scam Shield 还会提醒你最新的诈骗手法，让你掌握到最新的资讯。别等了，立刻下载 Scam Shield， 保护自己，以免受骗。这一集的神之以法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王若成警监，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。再会。